个模型是告诉大家，如果旧金山有大地震超过8级的时候，这个金门大桥是怎么摇的。世界上最大的一块没有经过人工琢磨的所谓的花岗岩。这个是地震的时候，你看最高级是怎么样？弹性就是啊，对，它就会这样子。地震是地震。因为旧金山有1906年以及1989年2次大地震，尤其是1906年的地震是8.2级，世界性的毁灭。所以旧金山盖这个大桥的时候，受到很多的这个所谓的压力和舆论。所以这个模型是告诉大家，如果旧金山有大地震超过8级的时候，这个金门大桥是怎么摇的？你看这样子，摇，左右摇，对，左右两边摇的最厉害，中间是看有没有什么动，这就是大桥设计的厉害的地方。刚才那种是软吊桥，完工了以后盖的这个纪念馆，这个是算是一个纪念馆，以及卖关于金门大桥一些纪念品的。那它这边是它的一个碑，就是我们是1937年5月28号才真正通车的，是在5月27号全部最后螺丝打完，这样了解吗？5月28号才真正开幕，所以他说 Opening May 27，然后5月28号上午10点在白宫，美国的罗斯福总统按钮正式启用，当天20万人徒步通过。哇，我还蛮喜欢这个讲解的大哥哈，虽然我不认识他哈，但是在荧幕上看起来呢，听了他的讲解呢，我个人就感觉还蛮高兴的哈，因为很清楚啊，真清楚哈。你要看，真正不来不菜，旧金山的金门大桥哈，不是咱台湾的金门大桥哈，啊，未经过金门海峡的这个红色的大桥，你等远看，你就知影这座就是金门大桥哈。哇！旧金山湾太平洋从外渡进入旧金山的门户之一，哇，也走不到金门啊。但是这一个没有来，很可惜，很像没有来过旧金山哦。靠近旧金山的北滩海岸，我很喜欢旧金山，我总希望下一次能有多一点机会，就在旧金山多留下一点哦。加一讲，加设一个这个美国的哦，加设一寡哦。金门大桥内底一寡吼特殊的景色吼，包括旧金山这个所在其实我真介意吼。沿路上有真侪人哦，骑脚踏车啦，跑步啦，等等啦吼。但这个所在吼，会使看到真侪人来这里野餐，来这里佚佗吼。这个所在，哇，真的是吼，无来不菜也一定非得来不可吼。而且这附近呢也有很多的这个海滨公园哦。那前面也有特别提到的哈，在这个总长度2737米，金门大桥拥有全世界第4高的桥塔，高达了227.4米啊，曾经是世界跨距最大的悬索桥，宽度有27.5米啊，在这里有看到吗？它的进化史哦，它的演变史盖的过程哦。东西贯穿旧金山的街道哦，这一段呢，在美国最弯曲的道路，最多电影的场景，最有名的九曲花街，在40度的陡坡上面，连续有8个急转弯，就在这个地方，
包含了这附近还有可以看得到旧金山非常有名的当当车电车啦，在这里呢小小的一段，却吸引了全世界各地的人来到这个地方，体验8个 S 型，还有重机等等都会来这边骑两旁的住宅，你知干嘛做环的不？明明住在这九曲花街，大家都有这侪游客来这看这条短短的8 S 弯但是呢，这8个 S 弯呢，也就完完全全的把这个旧金山呢带入了世界第一顶太侪电影太侪这个观光客拢知影这个所在，所以一定爱来这个所在来看卖其实来到这个所在，你也感觉这么一小段地方能这么多人但是地方大小不重要地方呢特色有名还是很重要它这里呢是从伦巴底街一直到着这个Broderick 这条街路当中的其中一段一小段的这一个坡道在这个叫做俄罗斯山上的九曲花街呢，横跨着海德街跟另外一条街路，算不记得叫什么名它也是专美国最弯曲的一条街道就我说的，短短一段路上呢，有8个 S 型的转弯这段坡道非常陡的街道原本是直线通行的，但是考量到行车及行人的安全，因为旧金山它这个当地的地形呢是上下起伏的所以呢，为了顾虑的这个人的安全就到1923年的时候改成目前所看的弯曲迂回的情况，这一改呢的变成呢也特色变成呢它最大吸引观光客的地方，而且它地上用砖块铺成路面。为什么用砖块？因为要增加一点摩擦力几个地方标示的最高的速限呢是多少？1个小时只能开8公里。8公里怎么开？还是慢慢开这也就是它自己的特色嘛。1999年，旧金山市政府成立了一个湾区的特别小组的工作小组呢，尝试解决当时它所产生弯道的这个交通问题为了交通而永久关闭一个街区是不适合的。结果后来呢，就干脆呢变成了一个非常有名的游览区，非常有名的游览区。你看这个往优胜美地的路上你看有水不这个刚好看到这个石头特别跟大家讲也特别跟大家聊聊现在咱对旧金山呢要去优胜美地国家公园咱这团真大团这团真大团呢，但是大家敢知影这团的经济团小港的扣数，但是都不遐多人真的就没有那么多人刚推出来的时候，大家想说哇，什么羚羊峡谷那是什么啊？对呀，很多人的反应就是这样，让我们呢当时呢想要怎么鼓吹呢？被他购物大概做水也没有人来结果呢，等到播出之后，第2次很多的人就来参加了参加我们这个5大国家公园那这5大国家公园其实但美国
国家公园真的很多超乎大家想象的非常非常的多。所以有的人讲全世界我拢佚佗了啊所以拢无想要去。但是你敢知影？就上讲有的人讲，中国大陆较大，算拢算袂了美国其实嘛是美国遮大，你哪算得了你玩不完的有的人会讲佚佗过就莫佚佗啊到后来呢，可能你的人生呢，刚开始的时候佚佗了真欢喜，后壁拢鬼拢点落来。让我常告诉大家多动啊，人较袂老人若无你动的时阵，人真紧老啊。所以我感觉讲出国佚佗是安尼很多地方呢，其实呢，有时候还是有穿插着你没去过的地方猛行啦，猛看多看多学，你就会多得到很多你人生当中丰富的收获。当然，在你有能力之下，你会很建议大家多走走，多看看不然荡出来电嘛无聊，是不是呢？出来呢多交朋友。有人讲我一个人哪敢出去啊？我不敢出去。放心，我就说过，有时候出来交到了朋友呢，搞不好呢，还是会比你自己约伴来的朋友更较好，比你自己招的熟悉朋友更较好。毕竟呢，真侪人看小王的节目你对我有一定的认同嘛你才来对我没有认同，你不喜欢我，你怎么还会来参加呢？你一定不会想要参加嘛，是不是？所以大部分认同。那在认同的情况之下呢，大家的水平就会一致。虽然有时候我们出国也会遇到自己不喜欢的人，但是呢，有时候我都会希望大家一笑置之啦。我们公司也会针对这个事情呢，做深刻的研究跟检讨自己啦。但是换一个立场来讲你对少年到今嘛，你有认识过多少你不喜欢的人？很多吧，对不对？我们从小到大不喜欢的人应该很多了吧？不喜欢他就下次别多见就好了嘛，你说是不是呢？左手边你看，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块没有经过人工琢磨的所谓的花岗岩我们叫它叫做 Air Captain， 叫做酋长岩石酋长岩石来看看优胜美地，其实我们已经进来了优胜美地国家公园这个优胜美地国家公园呢，在1984年被评选为世界的遗产它这里有非常壮观的花岗岩、瀑布、溪流。那这个公园大约有95%的所在呢，被指定为公共莽园区从旧金山到优胜美地，再从优胜美地呢往南开，或往哪边？往东边开。其实这条路线就真远真侪人会感觉讲美国坐车真久。我跟你讲，美国遐大，敢有可能坐车足紧就到的这个概念莫有我常常讲有的人讲坐车袂使伤久的人我跟你讲，那你就真侪国家你拢袂使去你要选择的新加坡啦、香港啦这种短暂的无其实呢，像这种国土遐大的所在呢，伊坐车拢爱坐真远的所在。优胜美地国家公园呢，认真来讲，你去把这个国家公园算呢，无一个3天，无一个4天，才有可能。美国人来家直接开着露营车停你家插来就开始佚佗一玩就玩多久，你知道吗？他一玩呢，可能就玩1个礼拜玩2个礼拜都有在美国是这样子但是我们旅游团体呢，怎么可能有那个美国时间就算我们来到美国，也没那个美国时间这个印第安语叫做娃娃男是优胜美地的大树。但优胜美地呢，看到真侪树木呢，拢生了像这款的真侪这个台湾人来到世界各国的时阵呢，真喜看树木，嘛真喜看花草，常常会问这是什么树，那是什么树，这是什么草，那是什么花有时候呢，我希望在这边大家有个概念有很多的树名有很多的花名并没有什么，它并没有当地的名称没有中文有当地的名称没有中文有的人要了解，他一定要了解这个花草叫什么名不可能有的没中文名。我告诉你，很多的花草呢，它有翻译成中文译音它有翻译，有的是根本就没有翻译成中文译音了解无你就是看它当地的名那优胜美地呢，其实这个所在呢，对哈多一开始呢，咱就一定去把国家公园内底国
家公园，我们停下来的只是一个旅游景区的中心点哦，对这个所在开起来佚佗优胜美地。但是正讲来讲，这个国家公园呢，对开始礼拜时呢，就已经完全进入到这一个优胜美地国家公园，所以它真正在旅游的时候呢，是从前面就开始进来了。在这里面呢，有低山地的森林、高山地的森林、亚高山植物跟高山植物7000多种动植物当中，就在这里面。所以我说美国其实呢，换个立场来讲，美国是一个非常好玩的地方，它有非常多天然自然的风光景色在这个地方哦。优胜美地的地质的区域呢，是以花岗岩跟更老的岩石残留的特点，大概1000万年前啊，内华达山脉隆起了，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地形。所以要进来对佚佗呢，其实正讲来讲啊，佚佗的所在有对，我跟你讲啊，佚佗的所在呢，对差不多看的内华达山脉这个优胜美地的上早的指标遐起来吼，一直开到即马咱所停落来所在呢，差不多有1.5点钟。迄1.5点钟呢，拢是会使算是优胜美地国家公园内底的景区啊。真正停落来时阵呢，是其中一个点。又过来入口吼，真侪人唔知影吼，以为呢，这个国家公园呢，像台湾安尼吼，其实唔是吼，在美国很多的这一种国家公园，它其实这个国家公园呢是呈放射状的，你从东边也可以进，你从西边也可以进，你从南边也可以进哦。而且呢，因为台湾很小嘛哦，你说台湾一个山脉走向是南北走向哦，它从左从右进不来，但是在美国，它可能一个国家公园，它从另外加拿大会使入来，对美国会使入去，对另外一边的州会使入去。所以，但美国国家公园呢，其实它的入口非常非常的多，每一个入口进来都不一样。那这一个国家公园呢，就好像一个中心弹丸地一样哦，一条在中心哦，所有的人哦，所有入口4、5个地四面八方而来哦，所以一开始这个国家公园呢，刚开始进入它的领地呢，就算是进入国家公园了，所以路程啊，在拉的过程当中，其实呢都是属于国家公园，所以被佚佗这个国家公园呢，真简单哦，一开始就看得到啊。你看咱12月份来啊，12月份来，有的人讲我那11月、11月、12月呢，会不会太冷啊？当然不会咯。为什么？因为从旧金山一路下来，旧金山是地中海型、沙漠型的气候啊。从旧金山一路下来呢，我们走到哪边？我们走到了这个中部的地方呢，它当然会下雪。再往南走啊。再往南走一点呢，我们会走到哪边啊？我们会走到沙漠型的气候，而那个时间点呢，刚好是它这个气候最棒的时候。夏天来你还热到受不了嘞啊！了解不哦？所以每一个所在有每一个所在佚佗的时间，有的所在呢，伊适合伫冬天来佚佗；有的所在呢，伊适合伫热天来佚佗；有的所在呢，伊的冬天热天呢，甲咱台湾带颠倒变的南半球。了解吼，有的所在呢，冬天可能就较无适合，因为无雪无啥货啊，什么拢无，所以呢，每一个所在有伊佚佗的时间，有的所在是一年四季拢会使佚佗，就看你要佚佗什么款的所在，什么款的景色，拢会使来啊，拢会使来。当然啦吼，有人讲吼春天上水，有的人讲秋天上水吼，不管什么时上水，你来，迄就是上水的。
上最大的这个大岩石，我们现在看不出来它有多大。等等，我们那个隧道景观完全把这几个景观就是这个大山峰、大岩石衬托出来。我们英文叫做酋长，就中文叫做酋长岩，英文叫做 El Capitan。因为呢，这个地方以前有印第安人存在，大家知道，变成国家公园了，才把这个印第安人赶走的。美国人也是很残酷的很残酷的。印第安人最后把它集中在奥克拉荷马州 ，Oklahoma 大家要知道这个故事。那印第安人叫做类的迁移他们不愿意走，谁愿意离开自己的家乡呢？他们不愿意。美国人说对不起，这是国家公园不可以住你们的部落，这不是你们部落，这属于国家的了。但是他没想到，这以前是他们的地方，所以美国的宪法有立法通过保护印第安人。像我们后面去的羚羊峡谷，就是标准印第安人的家乡，他们是在那里祈祷的，酋长巫师是逢年过节在里面祈祷的。因为美国联邦政府08年经济不景气，每一年要拨几千万美元要给印第安的族群，但是钱没办法到位。印第安人说：“那对不起，我就把我祖先的地方开放，欢迎卖票，欢迎大家来玩。”哇，这下不得了了因为以前是不对外开放的，这几年才对外开放。真正的，如果你走过，你拍过照，你就知道太难得了。这个景点，我们台湾的旅行社很少有人推的很少有人有推出来。为什么？因为要成本嘛。你坐吉普车都要成本，印第安人门票也要成本。印第安人他就靠这个赚钱来改善他的生活。这样了解？攀岩美国年轻人吃牛肉体力特别好，对吧？消耗他的体力嘛。那这个酋长岩那个为了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结果美国年轻人3天2夜用徒手，就是用绳索那个很简单的绳索工具爬上去的，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各位，3天2夜，你听懂了吗？吃喝拉撒全部要在山上吃喝拉撒全在山上你看多难其实，在这种地方呢，很多阿杜仔阿杜是真该来这个所在来佚佗的啦。真的因到这个所在呢，如入无人之地开心的不得了不管是所有的一切呢，都是上天然的。所以咱注意看这个美国人你讲脸书敢是美国人发明的，当然是网络这当美国绝对是上头的。但是你知道吗？在美国这种地方呢，每一个人用手机，但是也不代表每一个人呢，去有手机给你绑死去美国从国小，虽然每一个人对电子设备科技发达，但是他们也不会每天老是盯着一只手机看去有手机给你绑死这个跟台湾相比较起来呢，已经有很大的落差了台湾现在呢，包括我自己了没有手机好像不行。有无？完全去有这个手机绑死，不是杀来接电话是杀来看 line， 有无无所不赖真的是不太一样的国情
啊，希望这一趟的优胜美地呢，景观呢能够带给大家呢不一样的感觉哈。